我卖成600哎，送给你们都不要。花600元买了当地人身上的羊皮褂，以为淘到了宝，结果送给这位奶奶她也不要。这是我自驾旅行云南的路上，来到了关平乡，正好遇见当地7天赶一次的大集，而且这里有着规模不小的牛羊交易市场。不仅如此，也有各种各样的山货，比如这5、600元一斤的菌子，还有这个。跟着我的镜头走进云南的巴扎，看完这个视频呢，一定让你哭笑不得。风里雨里，我在村口等你。Hello， 大家好，我是简小白。安妮波妞今天没带啊，因为今天很早我就起来了，天不见亮的时候，这个集市啊，人们还在开始摆摊，我就来了哈。现在呢，已经人山人海了。这个集市呢，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地方，鸡呀、牛羊等等交易的地方，就像新疆的巴扎一样啊。这个呢是云南大理的巴扎啊，跟着我的镜头，咱们先去瞧一瞧。这个牛羊交易区啊，是在这个河边单独摆放的啊，这边才是那个赶集市的。今天带你们来看一看、逛逛，他们这边那个卖猪的啊，哇，那是一头母猪嘞。这个是什么猪品种？大家知道吗？你好，这个是什么品种的猪啊，姐姐？本地的瑶开猪。这个猪多少钱一斤？20块钱一斤啊。小猪猪，20一斤。你看他们身上都在冒烟哎。喂它玉米籽。这种猪，姐姐你好，是这种叫什么品种啊？鲨鱼的表现。鲨鱼。这个多少钱一斤啊？10块。这个一个小猪的话有30斤没有？30斤有的。哦，我老家的猪全部得猪瘟死了。哪里的？贵州的。你也没猪啊？我就是看看了解一下。啊，我还想说今年帮我们老乡那边整点猪回去。啊，我正有这个想法，就是我老家不是那个村里面，猪得猪瘟死了嘛，就没有年猪了。所以我在外面东奔西跑的，我也帮他们找一找啊。就是到时候如果说能成的话，我帮他们拉回去，我不收车费啊，他们只要出成本就可以了，我不收他们车费。他们这边集市啊，就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很多本地人，周边乡里面、村里面自己赶着猪来这个集市上交易来卖啊。这个是大黑猪，这个黑猪又是什么品种？香猪。姐姐你好。这个是什么品种的猪？香猪吗？这种香猪多少钱呢，哥？这个不是小猪，这个是本地杂交。本地杂交品种啊，卖的话多少钱一斤？这种？现在这种就是10几20块了，以前那个时候差不多40块。一斤？现在单斤。哦。这就卖成十几块啊。10几块啊。10多块。哦。所以黑毛的不一定是香猪，有可能是杂交的那种猪。哦，猪哥，这个是种母应该是。这种不同颜色的这个猪，这个价格都不一样是吧？乌猪、黑猪啊贵一点，白猪便宜一点。这种棕色的要贵一点。黑的呢？黑的跟棕色的就差不多。哦，我带你们到源头来了解猪价，每种颜色的猪的它这个价格不一样啊。这个不是卖猪肉啊，是这个活猪、小猪仔啊，买去养成年猪嘛。我们老家都是这样。它这个一头10几块钱，是不是感觉很便宜？看完猪，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牛羊啊，还有马。哦，这儿全是猪。哎呀，猪哥你们好，小猪，哈哈，这里围着这么多人，这个是在干嘛？我们也来凑热闹。这个已经养到这么大了，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嘞。这个猪养这么大了，多少钱一斤啊？7块多，这么便宜。这个有多少斤啊？100多斤。要从小猪仔长到100多几个月？4个月。哦，这个最多能长到多大呀？一个整整200多公斤。哦，那也是挺大的哦。中间这个二师兄他怕冷啊。我去，7块多一斤，那是相当便宜了呀！真的，7块多一斤是相当便宜了。大家看我自驾游去过不少地区的乡镇，几乎很少见到有这样大型牛羊交易的集市。北方地区偏多一些，不过都集中在农牧区和交通枢纽地带。西南地区相对偏少，特别是这种大多都是农户自家养的牛羊，那更是屈指可数。这里卖的是牛啊，小牛啊，没长大、没成年的那种，他不会踢我吧？骡子啊，这个黑色的好像是牦牛吧？
像又不像，这么多牛，咱们去问问啊。我靠，他不会干我吧？有那个小牛犊，还挺跳的。我问问这个姐姐，姐姐你好，我可以问你一下吗？就像这种小牛犊，现在卖的话是多少钱一斤啊？这个说说不准啊，大概嘛。就是看它的质量好不好。啊，我也不太了解。哦，你也不太了解啊，谢谢啊。这牛还挺多的。哥，这头骡子咋卖的？这个？这是马。小马，一头多少钱？4000多。不好意思啊，我把你认成骡子了，原来你是马啊。哎哥，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这种牛的品种是黄牛吧？黄牛啊。它现在卖的话，卖价是多少钱一斤啊10块左右。？10块左右。像这种牛大概长了几个月了2年3年了，这种。 ？2年3年，才这么大一个儿。有多少斤这种啊300多3几百斤， ？30-40斤，公斤吧？不是我们就是讲市斤。4斤哦，不是啊，这牛哥也不大。哎呦我靠，你还干我呀！小时候养牛的时候啊，奶奶家旁边也有黄牛，水牛是不踢人的，黄牛它是会用脚踢人的啊，包括马、骡子这些，你站它屁股后边来踢你嘛。这个就是苏门答尔啊，像这个牛是吧，哥？现在的这个牛市这个价格能卖到多少钱一斤？11、12块。这边牛的个头呢，我没有见到过很大的。之前我在新疆见到的那个牛啊，天，好大！像这种车，那个一头牛进去，其他牛就装不下了，就非常高大那个牛。这个是什么品种的？这种羊，欧拉羊吗？这个是什么羊啊？绵羊。卖的话是多少钱一斤啊？现在没有10块，那10几块10几块。 10多块。这种是黑衣山羊哦。哦，这种卖的话多少钱一斤？小的们也10块，大的们就是15多块，这个质量好。这个质量好，我去了解一下市场行情。开张了没有，老板？可以了。祝你生意兴隆。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猪生意的，他这个好像性格上面要更温和一点。做牛羊生意的老板呢，性格呢要硬一些，生能一点啊，这个只是我主观判断的啊。通过这么多交流下来，在这个市场啊，哟，不会摔坏了吧？哟，他又跳上去了。这个猪的品种啊，每个地区它养的猪的品种不一样。像我老家贵州遵义那边，基本上就是白毛的这种猪。然后呢，在这个黔东南呢，贵州的黔东南啊，我们老家属于黔北，黔东南地区的话，基本上就是黑毛猪为主啊。云南这边就有很多那种棕色的品种的猪。今年回老家，我这是想干脆让家里面人养这个棕色的或者黑色的，因为那个肉质口感确实不一样。这个巴扎的人越来越多了啊，猪摆的也越来越多了哟，还有这种颜色的猪啊！哎，那个小猪仔叫都不叫一声啊！哇，你看这个猪全部摆出来了啊！呀，它还咬它，这个白色的猪有点脾气啊！呀，你还想越狱啊？猪，我靠！哎，有家不要有家嘛，哎，去拍个你找照片嘛，你找个有家哎，他还打架啊！哎，打架干嘛呀？呀，咋这么凶？这头猪有脾气啊！集市位于云南云龙县的关平乡，集市上的牛羊几乎都是农户散养的。如果你来得早，还能看见当地人赶着牛羊来集市上，人们烤着火，交谈着生意，充满人间烟火的气息，能让你更深入地了解一个地方。过完这个大理的巴扎，咱们呢去转转，看看有没有什么山货啊，去淘一淘，带你们看看他们这边的山货有什么不一样啊。这集市上的人这会儿越来越多了啊，这一车一车的羊啊，哦，好多人都赶完集回去了哎。买啥呀？这个是在哟，大哥背的这个羊毛毡可以啊。哥，叔叔你好，哎，你这个羊毛毡是自己做的吗？自己烧。
哇塞，这几兆，暖和的很哦。哦，这几兆。哇塞，这个羊毛毡可以啊。你们卖的话，像这样一个多少钱？这个啊，卖600-700。600-700。嗯，我背着看一下，这个有的卖1000多、2000多，你卖不卖啊？这个不卖啊？那你给多少？啊要了你给多少？这里是在卖啥？这啊这里是那个海头。你说600-700，咱们便宜一点吧。你觉得多少嘛？是吧？你给多少嘛？你觉得多少嘛？给他搁了600，我不卖了。缝一下都要300块，是400块。还不算材料，就是光是做这个皮子。是了。我要给你600-700，可这个不贵啊。看到大爷身上这件羊皮褂的时候，我承认啊，的确很心动，因为我喜欢在路上收集一些别人用过的东西，洋气点儿称呼为古着。你还别说啊，这可真的是有市场的。这种有故事的羊皮褂，你信不信？评论区肯定有人给我开价，甚至啊，比我给大爷的价格还要高啊！这个羊尾巴都在，哎呀，我好想买啊！有时候遇到这种不容易，真的，特别是他背出这种感觉了。这个你背了多久了呀？1年了。哦，这个是绵羊的毛做的吗？绵羊。舒儿，再加1本，多少？600啊！我说啊，600啊，不能沾水。不能沾水。不能沾水吗？这个沾水，下雨嘛，这个水嘛就全部在外面了。600，自己做的，给他买了。能手机收款不？手机不要。可以。可以啊。你是一起的吗？我也走啊。我也走啊。姑娘一个啊。反正我相信你啊。相信我了吗？手工做的。手工做的，那就你知道，2个皮子合作一个，2头羊做1张。2头。来，我加你个联系方式。我以后如果我还想买啊，我就找你。是叔叔他做是吧？是。不是啊，大爷这个背的这个感觉比我这个好啊。啊，600，怎么了？这个去那边，去二院那边嘛，那个的比这个还要好。比这个还要好？还要大，而且还要白。啊？可以白。二院那边也是手工做的。对。人家都是自己搞的。这个是什么呀？哦，佛手柑。佛手柑很多香水里面就有佛手柑，怪不得闻着好香。这个是啥呀？北起啊，感谢，谢谢你啊。这个摊位上的这个是什么？这是木瓜吧？对啊，这个是木瓜。他们这边的火腿木瓜鸡啊，就是用这个木瓜做的啊。哦，这个小香薯好吃哦，这个烤来吃非常香的，一定要用空气炸锅或者说在柴火灶里面给我烤着吃。这个红薯是不是很甜？甜的。多少钱一斤啊？2块5，烤来吃。2块5。哦。刚煮出来的。刚煮出来的。哦，你烤好的。哦，好小一个，谢谢老板，尝尝的，挺香的。但是这种香没有我之前在建水和文山那边那个红薯香，但是这个也很好吃哦。但是对于一个吃过更好吃的红薯来讲，这个还是差点意思。那不能当着老板的面说啊。老板，谢谢你，祝你生意兴隆，发大财。心满意足地拿着刚买的羊皮褂，在集市上满心欢喜的我，走过一个又一个的摊位，摊主啊都投来异样的眼光。我实在憋不住了，就询问当地人。没想到接下来的这一连串打击让我哭笑不得。25一件。哎，那双马甲25，这都35，长袖的。这么便宜啊？你买了一个羊皮褂吗？啊，对啊。怎么了？多少钱呀？这个500-600。啊，都差不多。都差不多，怎么了？没有我。你家也有？没有，我家没有，我只是问一下，我知道有人卖，我也问一下，你买贵了没有？哦。挺好的。600你买的还可以。还可以。我去买那个，他们要我700，但是比你这个要大一点。哦，那700很正常，大一点。我这个小的。诶，这里还有菌子啊？这是什么菌啊？乔巴巴菌。乔巴巴菌。对。现在还有？有，下面还有多的，这两天还有。这个乔巴巴菌多少钱一斤啊？20。哦，谢谢你老板，我问一下价格啊。哇，哟，你这个烟灰都掉进去了。你这个多少钱一斤，哥？那个不卖。
不卖啊？那你蜂蜜多少钱一斤？蜂蜜120块一斤，这个是中蜂，猪蜂蜜，中或者中鸡家，中蜂蜜。哦，不是土蜂蜜。不是土蜂蜜。哦，这几位奶奶卖的这个火腿啊，奶奶你们好，我问一下，你们这个火腿多少一斤啊40块一斤啊。 ？40块一斤。这个3年。 3年。哦，我先看看逛逛，我是开车路过旅游，哦，你我就逛逛，我来问一下你们这边这足一张。这个，我买的别人的买多少，600。贵的，手贵的。那几天我只要一个我不买，我买不起。送给你都不要。当我听到奶奶说送给她都不要，还一脸嫌弃的样子，我是真的遭受了打击。毕竟这可是我心动之下跟大爷讨价还价，试了一遍又一遍才决定买下来的。结果到了你这儿，变成啥也不是了。你说我该哭呢，还是该笑呢？你喜欢你可以找600块钱，600块不值不是值的。奶奶，你这句话说的不对，哎，说的对，是吧？就是你花钱要买自己喜欢的。是了啊。对对对对。喜欢嘛就是。对对对对。值的不值不是。对对对对对对。我喜欢嘛，你说个话，我不要这样。说的对，奶奶，她那句话说的很对啊。这跟买很多古玩呢，或者说买别的东西一样啊，你得买你喜欢的啊，不喜欢你花多少钱都没用。喜欢的话，你花多了你就觉得值。哦，这个是野生的木耳吗？哎，这不是，这不是木耳，这个是啥呀？这个是树耳。树耳，这个是一种药材吗？哦，谢谢你，老板。600。600一斤。一大斤。600一斤，那你这一点都不得200-300了？可能有的。哎，这个是啥？好，那拿到的。这是台湾的。我贵州的。贵州的。啊。真的中国人。哦，你这个也是啊？哟，给你摔坏了就麻烦了。哟，你这个还从刚从地里面出来的。你不必杀了吗？哎呦，我现在很伤心啊！怎么？不要。有什么伤心？没有找到一个小朋友啊？不是，我逛逛，我再逛逛。这大哥还挺幽默的。冬季的集市没有太多新鲜的山货，不过集市上依然有着很多值得淘的东西。当地人自己种的蔬菜瓜果、土蜂蜜，还有物美价廉的火腿，各种野生的药材，都是不错的宝贝。虽然只是乡集市，但是人流量也是相当大。在集市上逛了一圈又一圈，实在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想要买的东西。其实这个市场还挺大的，他卖的都是一些比较常规的啊，没有说像我们之前在云南或者说贵州有的集市上面会遇到很多稀奇古怪的山货。我就想买一些特别的东西啊。有人可能会说，哎呀，你这老是拿人家吃的，或者说问人家，然后你又不买。问了就不一定会买呀，就是我要买自己喜欢的。同时呢，我拍视频的目的是为了让你们了解更多的物价，或者说当地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对吧？他们这边就是卖衣服的啊，这些衣服都很便宜的，真的。我记得我之前去四川凉山那边啊，他们那边那个衣服，你们知道吗？按斤卖的，就是很大一个集市。很多衣服裤子非常便宜的，所以100块钱可以干很多事情，更何况我这个羊皮褂了。哎，舒儿你好，你这个羊皮褂自己做的？自己做。你比我这个大一点的，比我这件，怎么跟我这个不一样？你卖的话多少钱？你们这个700-800。哦，谢谢你啊，舒儿，谢谢你。一个比一个贵啊！他们说那个新的没有穿过的那种。拖到膝盖了，才600。他那有钱没有？他那个我没有怼上去闻啊。好了，这个集市呢，我该逛的也逛完了，就买了这件羊皮褂，其他的呢，我发现也没什么必要买的。如果大家有自驾游，或者说到这边旅游啊，我觉得可以逛一逛这样的集市，说不定啊，在集市上有很多东西是你想要的。大家想看什么集市的，你们可以给我安利。我呢，如果说对你们那个地方感兴趣呢，我就可以去你们那里拍啊。正所谓有钱难买我愿意，很多时候买老物件都是讨自己欢心。就像奶奶说的那句话，不管别人怎么看，自己开心最重要。正如赶集，
并不是一定要买什么，有时候走在充满人间烟火气的集市上，内心深处会感到无比的踏实。